你好呀，這裡是貓貓的投資筆記。亞馬遜這次把 AWS 增速拉到了 37%， 創下18個季度以來最快增長。財報後股價直接大漲 15.3%。 可另一邊，過去12個月自由現金流卻從流入182億美元變成流出76億美元。一個是 AI 帶來的增長爆發，一個是 AI 吞掉的真金白銀。現在最需要回答的就是這根大陽線之後還能不能追。上一次分析亞馬遜時，股價大約244美元，當時給出的買入區間是235到255美元，目標價是310到320美元。後來買入區間得到驗證，股價最高漲到278.56美元，但舊目標還沒有完全兌現。這次看完最新財報，我的評級維持謹慎增持，不過271.58美元附近不建議追漲。合理價值、買入位置和失效條件後面逐一展開。先把這份財報最關鍵的4個數字擺出來。第一，單季營收2006.06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20%。對一家年營收接近8000億美元的公司來說，這個速度並不容易。第二， AWS 收入422.32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37%， 是18個季度以來最快。上一次分析時，最重要的觀察點是 AWS 能不能守住 25% 左右的增長，結果這次不但守住，還明顯加速，說明 AI 算力需求正在實實在在進入收入。第三，營業利潤達到274.61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43%， 集團營業利潤率升到 13.7%， 營業利潤增長 64%， 利潤率達到 39.4%。第四，過去12個月資本開支淨額達到1690億美元，自由現金流變成負76億美元。利潤表告訴你 AI 很賺錢，現金流卻告訴你亞馬遜為了下一輪增長，正在先把錢砸進去。這也是財報裡最大的分歧。亞馬遜最新價格是271.58美元，財報後單日上漲 15.3%， 過去52周最低196美元，最高278.56美元，目前距離高點只差約 2.5%。技術面上，股價已經遠高於大約244美元的20日均線和247美元的50日均線，也突破了264美元附近的布林带上軌。RSI 升到 67.9， 接近超賣區。當天成交量約為日均量的 3.1 倍。催化很強，但短線也漲得太快。接下來最需要觀察2個位置，向上是278到280美元，如果能放量站穩，說明市場願意在歷史高位繼續給增長定價。向下是250到260美元，這裡更接近財報缺口上沿和均線區域。如果回踩後能夠穩住，風險收益比會比現在舒服得多。接下來聊聊估值。表面上看，亞馬遜滾動市盈率大約32倍，好像不算離譜，但這個數字被 Anthropic 投資收益明顯美化了。第二季度每股收益 5.75 美元，其中包含大約534億美元稅前非經營收益。投資升值不等於電商、廣告和雲業務突然多賺了這麼多錢，所以不能直接拿這個每股收益去估值。換一個更乾淨的口徑，亞馬遜當前企業價值大約 2.93 萬億美元，對應過去12個月營收約 3.8 倍，對應營業利潤約31倍。如果2027年核心每股收益做到 9.5 到 10.5 美元，現在相當於26到29倍預期市盈率。用今年盈利算市盈率，就像只看一個人現在的月薪估身價，沒考慮他明年會不會漲薪。亞馬遜的問題是，市場已經提前算了不小的加薪。再看基本面，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題。除了 AWS 廣告收入達到 198.09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26%， 北美收入增長 16%， 國際收入增長 15%， 雲、廣告和零售都在貢獻增長。過去12個月營業利潤率已經升到 12.1%。 ROE 如果用杜邦分析拆開，本質上等於淨利率乘以資產周轉率再乘以權益乘數。這一季淨利潤被 Anthropic 投資收益明顯放大，所以表面的 ROE 也會被抬高，不能簡單理解成經營效率突然暴漲。更值得看的是營業利潤率和 AWS 利潤率，這兩項才是真正的業務改善。
資產負債表方面，現金和有價證券約1230億美元，長期債務約1289億美元，接近59億美元净債務。貝塔大約在 1.2 左右，波動通常高於大盤。公司不派股息，回報主要依賴盈利增長和估值變化。問題就在資本開支，經營現金流增長 33%， 達到1614億美元，本來很強，但1690億美元資本開支把它全部吃掉了。只要 AWS 繼續高速增長，這筆投入可以理解。如果未來幾個季度 AWS 增速回落，而自由現金流遲遲不能轉正，市場就會開始追問這些數據中心到底什麼時候回本。把這些因素放在一起，可以分成3種情景。多頭情景給 30% 概率，對應340到380美元，需要 AWS 繼續保持 35% 左右增長， AI 和自研芯片業務高速擴張，集團營業利潤率超過 14%， 並且自由現金流在2027年明顯轉正。這個情景賺的是增長，繼續上修，加上市場願意維持高估值。基礎情景給 50% 概率，對應285到325美元， AWS 增速回到 28% 到 32%， 廣告保持 20% 以上增長。第三季度營收增長落在 9% 到 12% 指引範圍內，高資本開支繼續壓制現金流，這是目前證據最支持的一條路徑。空頭情景給 20% 概率，對應220到250美元。如果 AI 投入回報繼續延後， AWS 增速跌破 25%， 零售利潤率又開始轉弱，市場把核心盈利估值壓到22到25倍，股價就可能回到這個區間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這次評級是謹慎增持，參考合理價值約308美元，還沒有持倉的話 271.58 美元，不急着追。第一檔關注250到260美元，這個區域接近財報跳空缺口20日和50日均線，可以先等縮量企穩，再考慮小倉位參與。如果不回調，而是放量站穩278到280美元，也可以視為突破確認，但倉位依然要慢慢加，不要把一根財報大陽線當成所有風險都已經消失。第二檔關注230到240美元，前提是 AWS 增速、集團營業利潤率和第三季度指引沒有惡化，跌破215美元，或者 AWS 增速跌破 25%， 自由現金流繼續惡化，就說明空頭情景正在兌現，需要重新評估。已經持倉的朋友，如果成本在上次235到255美元的區間，可以繼續持有觀察，不需要因為財報大漲立刻追着加倉。接近285到300美元時，重點看盈利預期有沒有同步上調。如果股價先漲，預期沒動，可以分批鎖定一部分利潤。如果能夠站穩280美元，而且 AWS 繼續超預期，再考慮提高倉位會更穩。總結一句話，亞馬遜的增長邏輯比上一次更強，但 AI 投入也把現金流壓力推到了台前。好的財報值得上調價值判斷，卻不代表財報後的任何價格都值得追。等待250到260美元的回踩，或者278到280美元的突破確認，再行動會更從容。如果你也在研究亞馬遜或者雲計算、AI 基礎設施這條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。咱們下期見。